金斋小姐已经从美国回到了韩国，正式担负起公司董事长职责了。公司的高层管理团队因为刚刚更换，董事长在韩国要处理很多的事务，非常忙碌，所以特意吩咐我们过来看望潘先生一下，我们就过来了。潘先生有什么话要转告董事长吗？我可以替您传达。啊，你们等一下。잠깐만요。 金寨小姐还会到中国来吗？ 회장님은 또 중국에 오십니까? 아마 돌아오실 겁니다. 应该会回来的吧。 회사 총본부에 따르면 회장님께서 중국 설산에서 我听公司总部的人说，他在中国一个雪山许下了什么心愿，他是要到那个雪山去还愿的。潘先生知道是哪一座雪山吗？ 到底怎么回事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昨天应该是银行第3天放款的日子，可不知为什么款没到账。你们问问。给王行长打电话，电话始终关机。给信贷科刘长卫打电话，刘长卫说他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。我托他再问问，到现在还没给我回音。杜家认你了吗？认了，但我不认他们。我知道，你要的不是钱，是真相。对，我要真相。我要让那些害你的人都露出真相。听说你要回银海了。我们组会的经纪人打电话给我，叫我赶快回去一趟。你又能见到一龙了？谢谢。阿龙，他当上领班了，工资也比原来高了不少。听我妈说，他还给我寄过3000块钱，你让他别再寄了。他妈妈也病着，你让他专心工作。他很喜欢9点这份工作，那就把它做好。男人还是要在事业上有快乐。又在说话了，你现在需要休息，不要多说话。如果体力消耗过大的话，你的免疫力就会下降的。对不起。刚才啊，医生又开了些营养药，我没有让护士到药房去取。我想把钱用在治疗上。虽说营养药能提高免疫力，恢复得快一点，现在也只能顾这一头了。治疗上的药不能停啊。
阿姨，我这次回去再找朋友凑点钱来。杨月应该用的药，您还是尽量给她用吧。我自己挣，向朋友借，也要让杨月尽快的好起来。谢谢，谢谢你们呐，你们已经尽力了。杨月总不能拖累你们呐。他这是一辈子的事啊。刚才医生告诉我了，他就是好也站不起来了。一个站不起来的人，怎么养活自己啊？我和他爸爸都要老的，我们养不了他多久。他这一辈子管不了，管不了了。谁？是潘先生吗？你是谁？我们可以找个说话的地方吗？有位先生想要见你。반 선생님, 우린 초면이 아니시죠? 옛날에 무례했던 일은 반 선생님께서 널리 양해해 주시길 부탁드립니다. 潘先生，我们不是第一次见面，我们应该算是老朋友了。以前都有不敬之处，还望潘先生原谅包涵。 우리 회장님을 세심하게 배려해 주신 데 대해서 회사를 대표해서 제가 감사의 말씀을 드립니다. 非常感谢您对我们公司董事长周到的照顾。我们公司总部要我亲自过来看望潘先生，并且当面致谢。不用了，不要客气。 아니, 괜찮습니다. 반 선생님께서는 아직도 만성호텔에 근무하고 계십니까? 潘先生还在万城大酒店上班吗？对， 아, 잘 됐습니다. 반 선생님께서 아직도 만성호텔에 계시니 저희도 여기 머물러야겠습니다. 저희 회사에서는 반 선생님께서 회사를 옮길까 봐서 아주 걱정이 많은데 괜찮다고 보고를 하도록 하겠습니다. 那就好。潘先生还在万城大酒店上班，还住在这里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我可以向公司总部报告了。公司总部担心潘先生搬走了，就再也找不到潘先生了。你们找我，是有什么事儿吗？ 저 찾아는 무슨 일이 있습니까? 아, 회장님께서 반 선생님이 잘 계신지 궁금하다면 저희들 대신 보냈습니다. 무엇이든지 도움이 필요하면 말씀해 주십시오. 董事长让我们过来看看潘先生，看看潘先生还在不在。当然，潘先生如果有什么事需要我们帮助，也请尽管吩咐。没有。 네, 없습니다. 请问，金智爱小姐现在还好吗？ 회장님은 지금 잘 계십니까? 她已经回韩国了吗？ 이미 한국에 돌아가셨나요? 아, 회장님 미국에서 돌아오셨습니다.
현재 회장으로 취임을 하셨고 또 최고 경영자들이 바뀐 지 얼마 안 돼서 처리할 일들이 아주 많습니다. 그래서 회장님께서 저희를 대신해서 보내고 이렇게 소식을 전하는 겁니다. 金在小姐已经从美国回到了韩国，正式担负起公司董事长职责了。公司的高层管理团队因为刚刚更换，董事长在韩国要处理很多的事务，非常忙碌，所以特意吩咐我们过来看望潘先生一下，我们就过来了。潘先生有什么话要转告董事长吗？我可以替您传达。哦，你们等一下。 잠깐만요.金寨小姐还会到中国来吗？ 회장님은 또 중국에 오십니까? 아마 돌아오실 겁니다. 应该会回来的吧。 회사 총 본부에 따르면 회장님께서 중국 설산에서 我听公司总部的人说，他在中国一个雪山许下了什么心愿，他是要到那个雪山去还愿的。潘先生知道是哪一座雪山吗？ 昨天我在宜城饭店的金融家俱乐部碰见他了，他好像不太愿意多说似的。他让我先回去，说晚上给我打电话。可我昨天等了一晚上，也没等到他的电话。我今天又打电话问了一下钱秘书，钱秘书说，他们总行和银监会啊来了个工作组，这2天一直在查账，可能跟咱们的几笔贷款有关系。 哎，昨天南方公司的老袁怎么来了？是不是他们那个贷款也碰上事儿了？第3笔贷款没下来。窦总，票办好了，可以进去了。 杜总，日本手机网络啊，咱国内手机是进不去的。您在日本期间有急事儿，我怎么跟你联系啊？老冯在日本给我准备了能用的手机号码，你问怎么办？我去不了几天，银行那个事儿再不去就该黄了。但愿您这几天银行这边不会出事儿。有事给我打电话。好。 你好，先生，麻烦您稍等一下，我们需要核实一下您的护照。徐队，怎么，护照有问题吗？您看看他的护照。 然后他们2位一起的。两位先生您好，有些情况需要跟你们核实一下，请跟我到办公室去。好，这个先生过来。你叫杜耀杰对吧？对。你的工作单位和职务？盛源集团董事长。请问我的护照有问题吗？我们接到上级的通知。 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》和《边防检查条例》之规定，今天限制您出境，请您协助我们工作。什么？毛律师，这次给你们添了这么多麻烦，我想说，真的是谢谢你们。等法院开庭的时候，我们还是会来的。现在公安局和银监会都已经介入调查了，在调查结束之前，法院 恐怕也不会过早审理这个案子。本来我们对这个官司很有信心，现在看来，输赢对你来说都不重要了。
我本来以为啊，能为你挣回万贯家财，可现在的结果，你还是一无所有。真不知道我们这次来，到底算是帮了你呢，还是害了你？我本来就是一个在沿海的石板街出生和生长的孩子。我的母亲很早就去世了，我的父亲很穷，可是他把我带大。我现在自己养活自己。我本来就不属于这里，不属于那个有钱的人家。你们帮了我这么多的忙，可是我连代理费和律师费都拿不出，我觉得是我欠你们的。哎，没什么，你是小潘介绍来的，小潘是我们的一个大客户吧？你是说阿龙？他是你们的大客户？他女朋友不是韩国时代公司的老板吗？时代公司是我们所一直要争取的大客户啊。啊，那个女老板她只是阿龙。毛律师，你刚才说那个女老板是阿龙的什么？哦，我也是听我们所邝律师说的，小胖和那个韩国女人谈恋爱呢。其实我觉得这种事挺好啊，真要成了，我看完全可以写一部小说的了。挑战传统的跨国恋情，现代男子版的《灰姑娘的故事》，拍成电视剧肯定好看。今天晚上好，飞总。好的。那我们走了。你什么时候回银海？身上还有钱吗？不会回不去了吧？我有钱。好，那我们走了。开庭的时候再见。不行，我们员工上班时间不能会客。如果有急事的话，可以打电话给他们部门。他是管家部的吗？他上白班吗？上白班的话，马上就要下班了，你可以在这里等一下。彭经理，你好，你知道潘玉龙他下班了吗？你是汤豆豆吧？对，潘玉龙请假了，没来上班。请假了，他生病了吗？没有，他请的是事假。事假？那你知道他干什么去了吗？不太清楚，大概是他自己的私事吧。他今天一天都没来。
他上午还在上班，下午走的，请了2天的假。2天？对。你找他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吗？没有。谢谢你，童经理，我走了。要我送你回家吗？我有车。不用了，谢谢你，再见。哎，豆豆，你和玉龙，你们现在还来往吗？什么？你们是因为什么分的手啊？分手？我们没有分手啊。哎，玉龙不是跟原来在我们这住过的韩国女孩好上了吗？那你们……潘玉龙跟那个韩国女孩，跟那个韩国的，他们是怎么好上的？玉龙他没跟你谈吗？那还是你们自己谈吧，我别多嘴了，还是你们自己谈吧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阿龙他是不会干出这种事儿的，这不可能。也是啊，我跟你一样，我也不信。小潘这人吧，我对他印象挺好的。这事儿你也不用太着急，我也是听酒店里的人随便乱讲，人言可畏，也许不是真的。这不可能。看着曾熟悉的脸，突然陌生的双眼，目光遥远，想找回时间。开始哭泣着，开始离开，微笑着离开，青春年代总走得那么快。昨天的话，今天该如何表达？他和她转身方向，离开的人啊，我这成长的代价，翻过青春。杨月啊，他已经出院了，今天上午走的。出院了？他伤那么严重，怎么出院了？哦，他的父母把他接到北京去治疗了。到北京治疗呢，他就可以住在家里，
这样在费用上呢就可以省一点。另外呢，北京的医疗水平也比这儿好一些。他们家住北京什么地方？您知道吗？看着曾熟悉的脸，忽然陌生了双眼，目光遥远，想找回时间。开始哭泣着，开始离开，微笑着离开，青春年代，总走得那么快。昨天的话，今天该如何表达？他和她转身方向，离开的人啊。一个哥哥，一个妹妹，都是连筋带血的一家人，怎么就非打来打去的呢？他们这样啊，叫他们的父亲在地底下怎么能合得上眼呢？他们杜家有的是钱，一人一半也花不了。这我就搞不懂了，你们这辈年轻人都是怎么想的？啊？那汤豆豆到底上哪儿去了？他回银海去了。他说，在这儿住不惯，又和哥哥合不来，所以他就回去了。他走之前来看过我，我跟他说了，你哥哥再怎么着，也是你的亲哥哥，你怎么也不该上法院去告他呀。这让外人听了，多好笑。豆豆，豆豆，要让他好好睡一觉，他可能有点炎症。明天你们来看一下查血的结果。不过要是烧退了的话，应该没什么大问题。
背你上去。豆豆，你怎么了？阿鹏，你知道吗？你就像我的哥哥一样。就像我的亲哥哥一样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我已经没有亲人了。你知道没有亲人的感觉吗？查血的结果出来了，哎，你们家有没有得过肝病的？没有，现在我们家就我一个人。哦，那你爸爸妈妈、爷爷奶奶也没有这个病史啊？我妈妈去世的比较早，我爸爸是脾有问题去世的，我爷爷奶奶就不太清楚了。怎么了？你的肝有点问题啊。肝有问题，要紧吗？目前没有多大危险，不过肝炎这个病啊比较麻烦的，不注意的话会引起其他的病症，所以你肝炎。医生不是说了吗？这肝病啊是7/3分阳，你平时就要心平气和，稳定情绪，别生气，别伤了肝火，也别喝酒。阿鹏，我求你个事儿行吗？行，怎么了？别跟刘璇和东东他们说我得肝炎了，行吗？
以后吃饭喝水一定注意，一定不传染大家。好，这事儿只有我一个人知道。阿龙也不告诉吗？阿龙，他现在已经不关心这种事儿了。你怕他知道你得了这个病，就不再理你了？大鹏，我想我妈。你好好养，这个病啊，不能激动，也不能疲劳。这段时间你先别跳舞了，老刘给咱们找了个香港的公司，要让咱们改成歌舞组合。你可以集中精力练练唱，将来啊，你就是咱们的主唱了。阿鹏，你能带我看看我妈吗？
再和我一起忘了所有悲伤，忘了所有记忆，我已不能停息，也不能呼吸，也不能再幻想，当你离我而去。我已不能停息，也不能呼吸，也不能再幻想，当你离我而去。请订阅频道，帮我们留言、按赞、分享。